嗨，大家好，我是老魏。大家相信吗？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平阳，啊，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呢，这里就是荒山野外，其实这里离平阳新城仅仅5公里，在这里呢，还有做这种糖糕的，新疆，他们在做这种香蕉炸香蕉，万，我买一个尝尝，但我知道这个很甜的，包六点。100年 ，OK， 差不多人民币2块钱啊。我买一个，其实这个我吃过，这个东西呢我吃过，特别甜。今天也是为了拍视频买一个，我们看他怎么做的。OK， 现在因为还是上班的高峰期，还没有人下班，所以他在制作，我们可以拍一下他这个怎么制作的。他把这个香蕉压扁，压扁了以后呢，然后挂上芡粉，然后再进行油炸。这里是有个很小的小店，四不靠的一个地方。哇，这里面还有很多越南的老黄牛啊！我刚刚是去见客户，那客户在这附近，他那个路也是比较窄，越南农村的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的。这里限速5公里，有个限速牌。那我刚刚来的时候也是走这条路，现在这条路还在修。这路况非常差。老魏这次来越南已经来了，应该今天是第4天了。来了以后一直有事儿，然后回国待了一段时间，有半个多月，差不多有20多天没有更新视频了。也有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上一次摔得比较重有人私信我跟我聊天，感谢大家关心啊。其实那次摔了以后，我回国前就已经完全康复了。这里在修建一座桥，其实这里也不是特别深的河，水草都能显露出来。这是地地道道的越南农村了。其实我蛮喜欢在这种充满着这种农村氛围的地方骑行的。我听说国内的摩旅这块儿我看了很多摩旅的视频国内也要放开摩托车了，甚至摩托车在部分省市可以直接上高速，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啊。如果我长时间在国内的话，我一定也会买一个摩托车，然后去不同的地方来欣赏美丽的风景。也经常有客户问我，老魏你咋不弄个车？其实在越南租个车或者买个车，费用比中国略贵，但是还是能负担得起。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到了胡志明或者是一些比较拥堵的地方，那根本就没有性价比，因为太堵了。摩托车哪儿都能去，停车也方便。其实在中国我回国那么久，我也没有开过一次车，车在那儿都放的需要保养了，需要维护了。而且我开车开时间长了，比如我会犯困但是骑摩托车我骑1天我都不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骑摩托车的，或者喜欢摩旅的，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摩托车上越骑越精神？这几天越南是暴雨天天下暴雨。我平阳这边天天下雨，天天下雨，我几乎每天都能遇到雨。现在真正的雨季，还好回国的时间不长，然后我的东西被子过来以后没有发霉这点特别好。我去年刚搬过来的时候，我那房子全没了那个主要是楼上那个，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那房子漏水。去年我已经把它完全修好了今年就一点点都没有发霉，特别好
而且我走的时候还把窗户打开了，能保持一下通风。回来了以后就特别灰，全是灰尘。这2天我找了阿姨把整个房子都打扫了一下。在越南建筑工地上，经常能看到这种女工在做活。在中国这样的不太常见，中国工地上基本上全是男的。这里离平阳新城就非常近了，大概有3公里那样子吧。我朋友，我有一个老乡，我就是住房子也住在这附近。他那个租的是越南的私房。我到了这边我就想起来了，他们家种的香蕉啊，刚刚有一片香蕉树，对不对？他们家种的香蕉，去年种的，今年就已经结果了。越南这边还是非常不错的，水果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越南的乡下，像这样的房子出租的话，如果这种1层的，可能几百万就能租到；像这2层的，也就1000多万就能租到了，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然后在这边生活也非常舒服，空气又好，但是不是特别适合做生意。做生意还是要找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比较好找的地方。我来去加点油，这边有个加油站。越南的油价现在还是比较便宜的，19690越南盾1升。这是越南的95号汽油，我看它的柴油是17000越南盾，差不多人民币5块钱1升。我不知道国内什么价啊，是不是比国内便宜？我把包拿起来，我这油箱是在中间。加满油差不多5万越盾就可以跑100多公里。我这几天每天跑的也有100多公里，所以每天加1箱油。今天跑的少了一点，今天上午我没有出去，在家整理资料。5万越盾，加的满满的。在越南找人打扫卫生也是比较便宜，大概是7万越南盾1小时，基本上一个房子3、4个小时就打扫好了，所以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最近看一个新闻啊，说是越南的县级行政单位今年好像7月份就开始，所有的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关停。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很多公务员下岗。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公务员，只要这个行政结构比较优化的话，很多公务员是完全可以下岗的，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行。那这样的话，很多公务员下岗以后呢，财政上一定会出现盈余。那越南会加大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包括修路、修桥、修高速、修地铁，越南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这里离新城只有1公里多了。越南的很多大路啊，路口都有这种牌子，都做一个很大的这种牌子，它会告诉你你在的社区是哪个社区，或者是每家门头上都有自己的地址，它会告诉你，哎，你现在在哪条路上，多少号。那对我们外地人来讲就非常非常友好，唯一不够友好的是它没有中文，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在越南待久了，没有中文也能习惯了。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哇，这里在建一座很漂亮的房子，它的规划图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哇，这房子太漂亮了。哦，这是建寺庙的，这是那个高台教的寺庙。2024年6月23号开工的。高台教是越南的原生的本土的这个宗教，信众大概有600多万，可能现在在增加。高台教这种寺庙一旦建好了以后，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在平阳很少看到这个高台教的寺庙，在土鲁木有，别的地方很难看到。这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越南农村啊。这里面呢，有的房子盖成就是专门给工人住的，那有的是留给自己住的。给工人住的呢，它是那种里面小排屋，
有很多个单间，我也拍过很多次了。大家可以在我以往的视频看一下越南工人的这种住宿现状，就是大概有个5、6个平方吧，可以2个人住。 那像这样的，我们从外观就可以看出来，这应该是给工人住的，啊，里面看很多门儿，确确实实是的啊。它这个租金也比较便宜，估计150万以下，就40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那这样一个越南工人是负担起来可能压力不太大，2个越南工人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负担的。比如一对小夫妻，或者是2个人合租。 在这附近呢，因为很多的工厂，所以像那样的房子也就特别多。专门有的人拿空地，专门给工人建这种工人住的廉租房。这种廉租房外国人是不能住的，不允许外国人出租。啊，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栋楼呢，其实就是平阳新城的行政中心了。 啊，这是平阳新城的一条主路，这条路叫同启街。到了平阳新城附近呢，会发现路就特别好。我们等一下红灯。啊，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平阳省政府和平阳省的行政中心。你看，短短的几公里，我们就见证了越南的非常纯的农村风貌。 和非常现代的平阳新城的风貌。这里是越南平阳省的海关。那我们到这里就等于进入了平阳新城的主街了。这里面全是这样的房子了，一排一排的，全是这种房子。 现在这样的房子，今年是涨价涨得很厉害，差不多涨了，跟去年比将近翻了1倍。原来1500万的房子，现在将近3000万，甚至有的地方3000万都不止了。好，现在我已经到了住的地方。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拜拜。